脱下来之后就变，看起来就你的口罩怎么可以弄那么脏啊？这已经变成一个也是蛮尴尬的事情，你知道，就很像是你腋下流汗然后被人家看到是一样的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不脱妆的口罩妆容。因为其实我相信最近大家戴口罩非常的频繁嘛，然后也会遇到就是我化完妆口罩戴上去出门，然后戴一下，然后就一脱下来之后就变像这样子，非常的恶心。我自己也会遇到这个状况，拿下来的那个瞬间，你知道这是多尴尬？这已经变成一个也是蛮尴尬的事情，你知道，就很像是你腋下流汗，然后被人家看到是一样的。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就是维持你的妆容，但是可以戴着口罩拍照，然后降低你的口罩底妆不会残留在上面以外，你的妆容可以持妆。那我们直接进入重点吧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素颜的状态。第一个步骤呢，我会先用的是 Sofina 的妆前隔离。这个的话，在夏天其实我都会很推荐在使用，因为它会非常的持久。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是混合偏油的人的话呢，这一款算是真的不可以错过，因为它真的会让你的妆感持久。这个地方脱妆的几率会相对的比较高，因为我们最近出门除了吃东西以外的话，我们大部分都戴着口罩。那这一个部位的话呢，比较容易脱妆，所以呢这一块会去做加强。那我妆前上完之后呢，就是接下来就是底妆的部分。底妆的话呢，因为我自己皮肤是混合偏油嘛，那我真的还蛮推荐的就是 Huda Beauty。因为口罩妆其实就如同像是夏季需要使用的一些非常持久的妆效。那我如果要我推荐的话，我就会是跟大家分享 Huda Beauty 的这一款。我一开始买的时候呢，我是用官网上买，然后我也是用目测的方式，所以我目测错了，所以颜色出来呢是我夏天的肤色再深一点点，所以以现在的肤色来说是完全不对。原本是买 Amarity 310G， 我后来呢又再买了一个 Creme Brulee 150G， 所以去做综合之后呢，就会是我现在的肤色。那我使用的是 Smith 的130的刷子，这是我最近的上底妆的刷子，非常的不会有刷痕，然后可以控制自己想要的底妆的量。那这款的底妆非常厉害的是，像我这一边就是有一些就是痘疤的痕迹，然后我就是还有一点之后呢，我就是直接沾取它之后呢，在疤痕的地方呢稍微的按压点一下，然后让它稍微干的状态，一样的动作拍点按压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呢在边边的刷子呢从边边轻轻的淡化它。那因为呢是要戴着口罩，如果你又是戴口罩又有混合偏油的状态下呢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蜜粉。那我用的是 Laura Mercier 的 Translucent Powder， 那这一个呢粉质非常的细，所以非常的适合去做 baking。那因为 baking 的动作就是可以让你的底妆就是持久。那混合偏油或油性的人呢，肌肤上呢，其实 baking 是非常好的选择，尤其是如果你要戴口罩的话，这个就是一定不可以略过的步骤。海绵蛋，然后呢就沾这样子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先压，先定妆这个地方，薄薄的一层就好先，然后再慢慢过来到这边，然后下巴的地方，如果你也很会出油的话，下巴也可以定一下，然后人中，因为我们呼吸嘛，在口罩里面比较容易会有雾气，所以呢这边也要压，等于是算是全半脸都要 bake， 所以现在就是有点面粉撒到脸上的感觉。因为在 bake 完的同时呢，我就现在就是要去做修容的部分。那一样，我最爱用的是 A Concept 的 Triple Four Shading， 然后跟 Smith 的220，先去做鼻影的修容。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刚刚我们 bake 到的地方呢，可能会跑掉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会再做2次的 baking。鼻子修完之后，我们先稍稍的把我们第一层的 bake 给刷掉，轻轻的淡的刷掉就好。所以如果上面还留有一点点粉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子。接着呢，我先上腮红，腮红呢我要用的是 Mina 的 The Blush 105，就是有点带橘。然后刷子部分呢，我用的是131 Smith 的刷子。Smith 的这支刷子其实是修容，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跟腮红融合我的修容，所以呢，我有时候会拿它们两个去做互相使用。完了之后呢，再回过来 Concept 的修容，然后用比较深的这一块，这两个颜色。在这个地方稍微的上一点点，去跟你的腮红融合。然后接着我用的是 Ofra 的打亮 Rodeo Dry Highlighter， 然后就会换另外一支刷子扁刷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做提亮。
然后最后来呢，再回过来去做 baking 的动作，2次的 baking， 大一点的使用。反正这一盒蜜粉呢，一般不会用到完，所以大量使用它。这时候呢，在这边再压一次，下巴这边也要带到。然后再来是鼻子，这边可以大量一点点，因为鼻子油性的人或混合偏油的人，其实鼻子也是蛮容易出油的，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带到。我们就先带到鼻翼两侧。哇，我现在这样超有效。然后最后一次呢，轻轻的就好。刚刚这边是比较大力，然后现在这边就是轻轻的一点粉压在表面上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一样额头的部分。你如果额头也很会出油的话，那你就真的也是要 bake 一下，几乎全脸。就现在是这样，所以基本上你的脸就是全白的状态 ，like so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我要画眉毛，所以呢，你就让你的 bake 的地方呢，就现在这样，就现在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先画眉毛跟眼妆。那眉毛的部分呢，我要用的是 Ardell 的Blonde， 它其实是套的色号，然后是眉胶。有些人混合偏油的肌肤，眉毛也很会出油的话，你的眉毛也要去做 bake 的动作，一定要。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眉毛也持妆的话呢 ，Ardell 的眉胶非常的推荐。眉毛大概就先画好一层，然后呢，因为呢我的尾巴呢比较不这么的明确，所以我会用 Ardell 的眉翼笔刷一下我的眉尾，让它看起来比较有毛流感。然后眉头的部分也是。好，眉毛就这样完成了。然后呢，可以稍微的先把额头这个烘焙的地方呢，稍微的刷掉。但如果你真的是很会出油的人呢，你还可以先留着。再来呢，就是眼妆，因为呢眼睛的话呢，你已经戴上去了，其实重点的你还是想要给人家看起来，第一眼看出来哦，这个人眼睛很漂亮，所以呢眼睛也不可以就是忽略。那我这次要用的就是 Matchy 的3号色盘。那这一盘呢，其实是有点像是肉桂暖色的感觉，很适合任何新手啊使用。那我要先用的是这个颜色，上在底下。这其实就是最近大家很流行的这种橘色、南瓜色。沾过一次，然后先从尾巴，然后慢慢的往前延伸，然后在你的眼窝范围就好。哦，对，我用的是 Smith 235，然后呢，在下眼影的地方。口罩妆的话呢，因为我们会遮这么多，所以呢，我就不特别去遮黑眼圈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黑眼圈的问题的话呢，我蛮推荐就是 Benefit 的 Boring Capeless Concealer 这个颜色。然后五花会是有点带橘，所以可以先稍微的去上在底下，然后再来是用我的是3号，然后去做提亮眼下。但它真的会有一点点的干跟厚，所以呢要酌量的使用。我最近睡得还蛮好的，所以没有什么黑眼圈的问题，所以我黑眼圈就 pass。那如果说你真的不喜欢遮瑕膏的这么的重的感觉呢，我会建议你就是下眼影的部分呢，就是画大一点点，画大一点，画出去一点之后呢，算是可以盖掉你的黑眼圈的感觉。那记得下眼影你一定也要去做晕染的动作哦。然后再来呢，用它里面比较深的这个颜色，它有点紫灰灰的颜色，然后上在睫毛的根部。然后我用的这支刷只是平刷，但它没有任何的色号，我应该是在国外不知道哪里买的，没有牌子的。上眼影的话呢，就是眼线的一半往后眼尾的地方上这个深度就好。然后再来呢，我要用它上面这个的颜色，有一点点橘又有一点粉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干燥玫瑰的颜色。然后直接上在这个地方，小小的一个半椭圆的位置。然后再来拿出小的眼影刷，这个是 Suva 的3050，然后拿它最左边这个其实是打亮的部分，放在眼头，因为我们已经剩眼睛去给人家看到这个焦点，所以呢眼头的打亮一定不可少。然后可以稍稍的拉到眼皮上方，让这些颜色沾一点点的亮度。然后呢下眼头的地方也稍微带到，那带到大概1/3甚至一半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再回过来，这支平刷呢，稍微的晕染，融合那个亮。眼线的话呢，我用的是 NYX 的眼线液，这个是 Epic Ink Liner。好了，睫毛呢完成之后呢，最后呢就是要把我们的 bake 全部的给刷掉，轻轻的刷就好。然后你以为完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再 bake 一次。因为呢，混合偏油的人呢，
或是油性肌的人呢，会真的容易出油，然后又加上因为又要戴口罩，所以呢会有一些雾气在里面，所以会导致脱妆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，所以我们要再 bake 第3次。但这次呢，就只要轻轻的局部一点地方就好。压完之后呢，我们再上一下唇膏，然后唇膏的部分呢，我要用的是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小红书系列这个 Deep Shot， 这个是301，这个是有点带橘，薄薄的一层就好。然后你抿完后，因为我们其实戴口罩，说真的，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口红。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底妆的关系呢，整个完妆之后会显得你的唇色没有气色，所以这时候会需要一点点口红。然后呢，再拿出化妆棉或者是卫生纸，把表面压一压。压完之后呢，我们把刚刚用 bake 过的 Beauty Blender 呢，稍微的压在你的唇上，然后再抿一下，最后就可以把你的残余的 bake 的粉呢，烘焙的地方呢，全部刷掉。那这就是这一次的口罩妆，然后再来呢，最后一个重点，定妆喷雾不能忘记 setting spray， 我用的是 Kat Von D 的定妆喷雾。你通常比较容易脱妆的地方呢喷，然后这次因为是有口罩的部分的，所以这个地方绝对一定都要喷得到，3到它干为止呢。然后现在来测试给你们看，刚刚完全做完之后呢，等它干完之后，拿一张干净的卫生纸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直接压，基本上呢。当然，完全没有东西，就可以放心的戴着你的口罩出门。这就是这一次的口罩妆容，希望有帮助到混合油肌的人。好了，那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次的口罩妆容。那记得呢，因为最近的病毒比较多，还有流感也很严重，所以呢，一定出门，如果你有口罩，记得一定要戴着你的口罩。那希望这次的口罩妆容不脱妆的教学呢，有帮助到你们。有任何问题，一样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